愣着做什么？袖子上的血藏好了。既然长大了，那这次哥哥就不帮你兜底了。院方联系不到他们的监护人，会有些麻烦。我最快会在明晚前安排妥当。醒了。凌晨就回来了，怎么一大早就要出门？要我送你吗？接下来是一则简讯，在流云区爆炸案中失踪的男童，昨晚已被远空舰队成功营救。目前男童的情况稳定，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。昨晚的清扫行动中，那孩子就藏在离封锁区不远的一个小花园里。另外，从他身上找到了疑似源于以太星河的碎片。他没事，碎片也暂时由舰队保管。你要是实在担心他，后面我会帮你多加留意他的身体状况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的表情怎么这么不对劲？我没事。真的都好好的。不过还好，倒是不烧了。刚回来的时候，听见你迷迷糊糊的在叫我的名字，我就进去看了看，是不是做了什么噩梦？那就去洗漱吧。昨天没能带你出门，今天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是我，什么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知道了。淼淼去世了。
这一次的爆炸案是否能理解为是远空舰队的失责造成的？舰队内部有没有做出检讨和反省？下一轮全面戒严即将开始，舰队又是否有新的部署？你好，这次爆炸究竟为了什么呢？讲解一下，给大家说清楚一下。有没有怀疑啊？给大家说明一下吗？姐姐，我很好，教授会照顾我，我会搬进新家。没关系，舰队的哥哥姐姐们找到了我，都是一样的。姐姐放心，以后我会在新家好好生活，也会想念妹妹的。我不喜欢玩具，但既然是姐姐给我的，我会收下的。抱歉，舰队那边耽误了些时间。小三还好吗？那也许是一种假象，他可能只是还没真正意识到，自己的父母和妹妹都不在人世了。别太难过了。走吧，我带你去休息一会儿。报告指监官。什么事？有群记者围在外面不肯走，扰乱现场秩序。我过去看看。是。那好，我去就回。当然。等我回来。除非那个孩子身上有他们更想要的东西。这世界上觊觎以太星河的人数不胜数，不过能够承载其力量又不被其吞噬的，可就寥寥无几了。哼，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意外啊？杀你！显而易见，你避开了一个正确答案。正式认识一下，我是你哥哥的朋友，你可以叫我蝰蛇。别对我这么警惕，我只是不忍心看你被耍得团团转，好心来帮你一把的。
你不想知道远空舰队还有你的好哥哥到底在做什么吗？也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他是个幸运儿，起码摆脱了做一个普通人的命运，被强者摆布也总好过平庸的活着。虽然只是棋子，但在国王的棋局上，还有活到最后的机会。终于问到正题了，你不是很关心那个孩子吗？那就去看看吧。明天下午，陈卫七，擎苍路93号。走了。姐姐，你来看我了。教授说我会在这里完成接下来的课业。我是个有天分的孩子，但要学习的还有很多。这是我在花园发现的。如果折断它的翅膀，它就能永远留下来，但也会很快死去。不过教授说，只要破坏它翅膀上的神经肌肉，它同样无法飞行，却会以为自己还能飞。慢慢的，它会习惯在地上生活，忘记自己是只会飞的鸟。我不能说，因为你不是我的家人。妹妹，她已经死了。教授说悲伤是不对的，我不应该悲伤。我会拥有很多兄弟姐妹，我会拥有很强的力量。我总觉得失去了自己的亲人，就该悲伤才对。可是姐姐，我不悲伤，我应该悲伤吗？系统错误，进行第2次重启尝试。主人格意识正在攻击控制程序。不对，不对，不该是这样的。我不该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不该忘记的。芯片，重新读取芯片，记忆输入。姐姐，太好了，你来看我了。你该走了，教授就要回来了。小森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鸟飞走了。看来，你还没有学会控制那些不属于你的意识碎片。
那些记忆、情感、情绪，并不属于你，不要被他们吞噬。那个叫淼淼的孩子，也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吗？他明明没有异化的症状，为什么？你多虑了。对于这样的普通人，我们自然没有出手的必要。感情用事，将所有意外归结于自身，只会阻碍你前进的道路。你那边的进展怎么样了？清扫很快就会结束，回收的进度也会加快。计划即将重启，你要确保它不会成为我们计划的干扰因子，否则我也帮你瞒不了多久。他不会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他知道了一切，我会把他藏起来，藏到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。怎么了？回城的日子定好了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想。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这颗大猩猩会怎么样呀，妈妈？大概就是……哎呀，抱歉，妈妈也不清楚。科学课老师布置了天文模型作业，那些人不是做太阳系，就是做黑洞吞噬，看都看腻了。记得之前奶奶给我们看的，就是那个2300光年外的超巨星吗？它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有机会亲眼见证的超新星爆发。我打算做那个。奶奶哪有这么说？你是不是又只记住了自己想听的？她说的是，强大的恒星会被来自内部的力量摧毁，弱小的人类则要经受外部压力。但我们不是独自面对未来，就像某些行星环和行星，
只会一同诞生，也一同湮灭。久等了。虽说在天行市，隔三差五就能看到不少天文现象，但像超新星爆发这么罕见的，我也是第一次看。怎么了？看着我做什么？今天做什么去了？这里人多，抓紧我，别走丢了。到这里来。快到考试季了，恐怕有一堆学弟学妹们要临时抱佛脚了。是过去很久了。为什么遗憾？很多事都会变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你呢？小时候让我用Evo跟你玩举高高，非让我把你发射到宇宙里，现在还想去全宇宙旅行吗？我记得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，你总是说你的家在星星的另一边。可那时候，我们连铁丝网和围墙外的地方都去不了。坠落是因为流浪体的袭击，那条铁轨的尽头不是海，只是片杂草丛生的荒地。关于这个世界的答案，我们总会慢慢找到的。非要说秘密的话，一直瞒着你的事，倒是有一件。你看，快要开始了。哪有人同一个礼物送2次的？我答应你，再也不会弄丢了。快看快看，那就是超新星爆炸吧？好漂亮！
快过来！藏在这里，他们就找不到了。雨声而已嘛，别耽搁时间了。怪了，你觉不觉得这些怪物变得更暴躁了？区域污染值已经超过上限，他们和流浪体已经没什么区别了，咱们都当心点。该批实验品已处于异化边缘，无回收价值，请求进行最终清除确认。喂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还活着吗？我的心还在跳动吗？快要死的时候，有人掀开蒙在我脸上的白布，把我从病房里推了出来。我听见他们说，只需要一个实验，我就能活过来。我当然想活过来。真可惜，要是能通过考验，成为教授的孩子。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是教授，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。你的力量很温暖，身上的味道也很好闻。我能吃掉你吗？把你的力量送给我吧。我说了，你该乖乖让我吃掉。漏网之鱼找到了，拦住他们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还不明白吗？这外面到处都是基于你力量的东西。需要当心的是你。想证明你已经足够强大，足够一个人夜闯封锁区了。这种事，等到你不会在我面前受伤的时候再说。
疼吗？你在生气？如果今晚出现在那里的人不是我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是因为我曾经丢下你一人，所以你要我经历一次同样的痛苦吗？那你就不要再冒这种险。今晚你看到的那些人，他们死或不死，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任何妄图拥有不属于自身力量的人，都必须承受相应的代价。爆炸案是舰队干预这件事的契机，你只是在错误的时机来到了天行市。告诉你，你又能做什么？是要离开，但不是你离开。既然你能从家里逃出来，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。我是你哥哥，我会保护你。在解决好一切之前，我需要确保你绝对安全。哎，执剑官带回来的那位是什么人啊？不知道，但既然命令我们好好照料，恐怕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。兴许又是来送去啊！执剑官，他怎么样了？做了检查，正在等待分析结果。不过因为淋了雨，各项体征都偏离正常指标。长官，请问这位伤员是重要的监察对象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，只是因为是没见过的面孔，所以多嘴问问。早安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你伤口里的结晶碎片虽然已经清除干净，但还是有感染的可能。你很快就能出去。取决于你的身体什么时候恢复到正常指标。怎么了？你不是都猜到了吗？好，好好睡一觉吧，有助于稳定你的情绪。我傍晚再来看你。很疼吗？你在生气？
如果今晚出现在那里的人不是我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是因为我曾经丢下你一人，所以你要我经历一次同样的痛苦吗？那你就不要再冒这种险。今晚你看到的那些人，他们死或不死，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任何妄图拥有不属于自身力量的人，都必须承受相应的代价。爆炸案是舰队干预这件事的契机，你只是在错误的时机来到了天行市。告诉你，你又能做什么？是要离开，但不是你离开。既然你能从家里逃出来，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。我是你哥哥，我会保护你。在解决好一切之前，我需要确保你绝对安全。执剑官带回来的那位是什么人啊？不知道，但既然命令我们好好照料，恐怕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。新雪又是要送去啊！执剑官，他怎么样了？做了检查，正在等待分析结果。不过因为淋了雨，各项体征都偏离正常指标。长官，请问这位伤员是重要的监察对象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，只是因为是没见过的面孔，所以多嘴问问。早安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看来是不好了。你很快就能出去。取决于你的身体什么时候恢复到正常指标。怎么了？你不是都猜到了吗？这样你就能消气了吗？好好睡一觉吧，有助于稳定你的情绪。我傍晚再来看你。
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请稍等一下，我去请医生过。哎，那个护士。 那边是军械库，你去那里做什么？药品库房在那边，军械库是机要重地，别乱走啊！等等，你这盒是稳定剂吧？ 我拿几支走，你回头再帮我补上登记。你们秘密在我的身体里植入了思维控制器，是那枚芯片。 芯片，重新读取芯片，记忆输入。驾驶监官，听说3天后，驾驶监官将带领舰队去隧道更深处的星域巡航。阿特之泉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，出发之前会为你举办一场庆功宴。庆功宴就不去了，我还有些私事要处理。 这是高层的命令，既然是命令，就不该违抗。揣测他人心理，不是我这种人擅长的东西。既然我取代了你的位置，那我现在应该可以命令你离开。过来。 在舰队基地玩躲猫猫，觉得自己藏得很好吗？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，你以为你能逃到什么地方？不是想回家吗？我现在就带你回家。 你都不知道痛的吗？坐好，你的伤口要尽快处理。这是长官的命令，还是哥哥的关心？还记得小时候，你抱回来了一只受伤的猫吗？
我们把他养在院子里，他却不领情，伤害没好就总想逃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后来，你知道我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吗？我给他系了一个铃铛，走到哪里都叮铃铃的，他就再也逃不掉了。你说，这样的铃铛，我是不是也该给你系一个？把我困在身边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保护吗？这的确对你不公平，可是……生命体征分析中。被那种怪物攻击，你的伤口已经轻度感染了。你说，我要怎么安心放你一个人到处跑？你还是那个和我一起对抗危险的夏一舟吗？你所谓的保护，我也受够了。如果待在我身边让你这么痛苦，那么最多这3天。你要去干什么？最后的善后。3天过后，这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本台前线报道，持续数周的全面戒严已结束。远空舰队称，流云区爆炸案将不会再次发生。这次动荡过后，舰队会回到隧道里，你暂时安全了。所以这一次，你又要什么都不说就离开了？看不见我，你不是应该很开心吗？我就要走了，陪我再吃顿晚饭吧。不仅是行动，现在连吃什么喝什么，我都要遵从执剑官的命令吗？你可以生气，但不要以身体为代价。我没有生气。从小到大，我是最了解你的人。你眨一下眼睛，我就知道你在说谎；咬下嘴唇，就知道是受了委屈。既然是最了解我的人，那哥哥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你怎么会变成一个让我这么陌生的人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想说，我是不是也被什么芯片控制了，变得不像我自己？如果我说，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呢？是你还活在想象的世界里。那些觊觎你力量、想要伤害你的人，不论是谁，都该消失。只有我身边才是最安全的。比起这种安全，我宁愿去面对危险，不需要你了。不需要我？好啊，那你需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答应。你想要回领空，我们就回领空；你想回到从前，我们就把老宅翻修，一起住回去。一座房子不够，那就给你建一座迷宫。我会在里面给你准备最好的一切，把它建成世界上最漂亮的花园。有我陪着，以后他们就再也找不到你了。夏一舟，你不该是这样的。你明明是我的哥哥，是我重要的家人。哥哥，你最大的错就是以为我愿意一直扮演你的好哥哥。这种过家家的游戏，我早就玩腻了。
坐好，你的伤口要尽快处理。这是长官的命令，还是哥哥的关心？还记得小时候，你抱回来了一只受伤的猫吗？我们把它养在院子里，它却不领情，伤还没好就总想逃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后来，你知道我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吗？我给他系了一个铃铛，走到哪里都叮铃铃的，他就再也逃不掉了。你说，这样的铃铛，我是不是也该给你系一个？好啊，你是哥哥，自然做什么都可以。身为哥哥，我能对你做什么？生命体征分析中。被那种怪物攻击，你的伤口已经轻度感染了。你说，我要怎么安心放你一个人到处跑？你还是那个和我一起对抗危险的夏一中吗？你所谓的保护，我也受够了。如果待在我身边让你这么痛苦，那么最多在3天。你要去干什么？最后的善后。3天过后，这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本台前线报道，持续数周的全面戒严已结束。远空舰队称，流云区爆炸案将不会再次发生。这次动荡过后，舰队会回到隧道里，你暂时安全了。所以这一次，你又要什么都不说就离开了？看不见我，你不是应该很开心吗？我就要走了，陪我再吃顿晚饭吧。不仅是行动，现在连吃什么喝什么，我都要遵从执剑官的命令吗？你可以生气，但不要以身体为代价。我没有生气。从小到大，我是最了解你的人。你眨一下眼睛，我就知道你在说谎；咬下嘴唇，就知道是受了委屈。既然是最了解我的人，那哥哥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你怎么会变成一个让我这么陌生的人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想说，我是不是也被什么芯片控制了，变得不像我自己？如果我说，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呢？是你还活在想象的世界里。那些觊觎你力量、想要伤害你的人，不论是谁，都该消失。只有我身边才是最安全的。比起这种安全，我宁愿去面对危险，不需要你了。不需要我？好啊，那你需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答应。你想要回领空，我们就回领空；你想回到从前，我们就把老宅翻修，一起住回去。一座房子不够，那就给你建一座迷宫。我会在里面给你准备最好的一切，把它建成世界上最漂亮的花园。有我陪着，以后他们就再也找不到你了。夏一哲，你不该是这样的。你明明是我的哥哥，是我重要的家人。哥哥。
最大的错，就是以为我愿意一直扮演你的好哥哥。这种过家家的游戏，我早就玩腻了。记住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哥哥了。别怕，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，我不会伤害你。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哭鼻子？谁欺负你了？哥哥帮你出气。牵着我的手，就不用怕走丢了。这次应该没有舍不得了吧？那我走了，好好吃饭，照顾好自己。这些天没人陪我，我都快无聊的变成桃子干了。哦，对了，楠姐说你去天行市参加婚礼了，什么婚礼要参加这么久啊？糟糕，组长突然 call 我了，先不说了，等你回来我们再约饭。先是回收了那些废弃的引力锚，又是去 N109区打探那个暗点的消息。天行市的任务也差不多结束了，下一个地方又会是哪里呢？哼，都快惯坏 Ever 和舰队里的那些老家伙了，真把我们当好用的刽子手了。他的话一直这么多吗？别以为你是小孩我就不敢揍你。不要吵架，教授说过，我们才是家人，家人就要相亲相爱。那个阴暗妹控呢？不会又去关照那个小猎人了吧？健康的关系固然重要，畸形的感情更为精彩。该说不说，
你每次针对我的方式真的很没有创意。教授人呢？往里走就是了。哎，你走之前倒是把我脖子扭回来。14年前，实验员张素及其研究小组私自叛逃，隐瞒了那孩子是最佳适应体的事实。盖亚实验中心在裂空灾变中毁于一旦，后又被 N109区的势力所占据。有暗点和那些帮派在，想取回当年的实验数据和资料，不是件易事。而张素和他手下的研究员，更是隐姓埋名多年，隐瞒了这一成果。好在，我们的追踪有了进展，张素和那些叛徒，也都付出了代价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已经找到了当年走失的那个孩子。根据目前的观测和接触，他的力量还起不到什么作用。比起那种残次品，我会成为 Ever 更趁手的刀。我等了很多年了，所以别再让我等了。当然。阿特之拳计划发布在即 ，Eva 真正跨越时代的蓝图，很快将展现给世界众人。我们会找回那个丢失的孩子的，现在的确不是最好的时机。在他彻底失去利用价值之前。